Epic 酒厂有改观，之前想说，觉得无聊。对，好开心，再来第二支，这个是 Epic 的 Escape to Colorado IPA。它为什么名称叫做 Escape to Colorado？是因为这个酒厂它原本是在犹他州的这个一开始的酒厂是建在那边，所以他们就之后的扩厂是直接扩到就是 Denver， 直接在科罗拉多州的那个 Denver 金块队那边。对，所以那这支酒刚好就是这酿制的厂是就是 Denver 厂，所以它的名称就会取名为 Escape to Colorado 这样。好，那本身酒色跟啤酒泡泡就是中规中矩，中规中矩，这是中规中矩 IPA 会出现的。对，颜色也是带一点点橙红色，橙黄色。麦味有，然后很强的这支，它据说照它瓶子上面所叙述的是 Mosaic Hop Driven， 就是带很多马赛克酒花的一支啤酒。那其实我们台湾蛮多，不管是在地或者是进口，还蛮多啤酒选项都是马赛克酒花，就是 Mosaic Driven 的beer style 的 IPA， 所以其实这支可能对大家来说会是一个很熟悉的味道。没错。所以 Mosaic 这个酒的话，我自己觉得它的这个瓜果啊、草本的香气还蛮明显的。那这一支其实甜度很高，对，香气来讲，甜度就觉得蛮高的。没错，我觉得它的瓜果那种稍微比较甜的那种香气还蛮明显的。好，那味道的话呢，它的那个闻起来那个甜感，我觉得喝起来后有一些血保留。对，有带入到一点点。对，所以它的苦味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的突出。就是还蛮平衡的。那它的麦味啊，这个吐司啊、麦芽的风味也是比较稍微的拉高一些，所以它整体来说是一支还蛮均衡易饮的一个酒款。像应该讲说这些比较老式的美国酒厂，他们的 IPA 的特色就是在于他们的麦味都是稍微明显的，像这些 Schultz 啊、Edition 啊，这个 Epic。对，那有一些酒厂，他们就是比较就是那种西岸风格，就是纯粹以酒花导向为主，他们的这个麦芽味可能就不会到像这么的明显。OK， 新型的 West Coast Style，相对来说会苦很多，因为他们把麦味的这个部分给减弱，那相对的酒花就会展现的比较出来一点点。对，这支我觉得该给谁喝呢？刚开始喝 IPA， 对，也是一个，因为它的6.2，所以是 borderline session IPA。是。然后它酒体也算很轻盈，不会太重，酒花入口的时候有，但是很快它就会被带掉，所以也不会到不舒服。然后不会喝了之后觉得好像蛮重，对，然后会很想要赶快再拿一杯水来喝的。这个是我觉得算是个很平衡的酒。对，然后它如果平常喜欢喝 Stone 的这些，就是这一系列的，可能会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失望，有点弱。对，但是其实喝酒的人啊，就是我说喝酒不是喝 literally 酒，就是你喝了有一段时间的人，你的味觉会开始改变。我们会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追求这种风味很强烈，然后对很重的东西，然后你喝一喝过那个时期之后，开始回来这种比较清爽，然后平衡度做得很高的 IPA， 然后最终呢就会回到英式的 Pale 这些，就硬度很高，然后你可以找到它里面其实有很轻微，就是它的差异性跟好坏其实都是在很 detail 的地方，但需要慢慢喝才会喝得出来的。对，这个也得需要靠经验才有办法分辨出来的啦。慢慢累积啊，就是喜欢 Double IPA 那也是 OK，那喜欢这种Session 啊 drinkable 的东西也有它的市场，那就看每个人的对喝酒的喜好。
其实我觉得这一支啊，如果可以接受一点点苦的人啊，它会是个好的选择，因为它给你的苦就大概在前段跟中段，那后面它就会放你走了，后面的那个苦味其实它就会很快就消散，蛮清爽，就不会留在嘴巴里面，像吃西药或黄连的这种东西。没错，这支好喝，Epic 酒厂有改观，之前想说觉得无聊，对，因为他们的 logo 其实也蛮无聊的，他以前更丑，就对，好像有改过，有啦，这个 can 现在又比较好看一点，比较现代一点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Cascadia 之后可以多经营他们家新的多元化的啤酒，像是统称，或者是刚才讲到其他有别于 Lager 或是 Pale Ale 跟 IPA 的这些 beer style， 可以造福我们在台湾精酿圈的所有的精酿品饮者们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这是我们这一周的 Wiki Beer Review， 那我们期待下周见，拜拜。拜。